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两块，感觉浑身不得劲。但外面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的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的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出来了。完蒸的时候没啥事儿，就开了个箱。前2天在京东用旧手机旧电脑换了台新的创维游戏电视， 4K 超高清极速高配，而且是3重硬件护眼。最近京东家电双11，家电品类日以旧换新，立减10%，家电全场免息6期起，好货好价好实在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然后这牛肉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，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再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太鲜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扒瞎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，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子上一放，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它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和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来了来了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全来了全来了。今年是我爷我奶结婚第60年，然后我爸7月份刚过完59岁生日。你要数学好，你好好算算吧。我发现还是老一代人有正事儿啊。哎呦，我今天这菜一个比一个硬，烤了1只鸡，这色儿一上来，我们全家都觉得比我弟还漂亮。酱了一锅牛窝骨，这香味可不是挠一下上来的呀，它是挠挠的往上上啊。然后炸了一锅茄盒，还捞了一盘猪肉炖粉条。怎么说呢？就我现在觉得这俩菜就是素菜。上午奶奶少不了肘子，今天是拿腐乳炖的，然后用了2个猪蹄下汤，又用了2个猪蹄红烧，咱们一猪4蹄，手足情深，走时候谁也别落下。蒸了几个肉馅比脸皮还厚的肉龙，还颠着几个毛菜。我弟也挺孝顺，做了个条幅，我说没活够就别带了，他说那我给我老二炒个菜吧。哎呀，我说你要想劝你妈要2胎，大可不必让全家给你找这个台阶吧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碎龙、葱花、好龙、白稀、红蹄儿、火鸟、桂糕、嘉禾、扒条、腐肘、猪条、酱窝、花蹄儿。我爷今天干个大事，特意揣着身份证去买钻戒去了，说当年不兴这个，现在给我奶补上。这个第2钻戒，男人一生只能定制1枚，代表一生唯一真爱。60年不容易啊！好了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我爷是开窍了，我看我奶应该也开胃了。这戒指戴上就不摘下来了，那肘子我看一口也没落下。戴着戒指夹肘子，我说你这是双倍快乐呀。事实证明，我对我奶的实力还是不够了解。冰的，冰的我来一块儿。我寻思老师冰的我不来了呢。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思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。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，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他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单用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
削了皮的甘蔗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插到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缺氧了，想吃点凉快的，就做了一锅炒酸奶，先精神精神。今天用的是 AMX 丹东草莓酸奶，这用的都是正宗丹东草莓，味儿特别浓，而且还是零蔗糖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喝还没负担。这一碗就撒点坚果，哎，我吃太爽了。然后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。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儿啊，正好这么一大锅。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椰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。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。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汁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血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血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妈在家打人精了。后来我发现这方程床真行，所以我打算用祝小帮重新把这屋装修一下。装修小白就用设计我家选择小区户型就能生成3套不能分割的设计案例，720度看实景效果都是免费的，照着装连设计费都省了。要是怕花错钱，就用智能预算输入户型面积就能获得全面报价，人工材料费都标得明明白白，能避免很多坑。家里装修的都可以点左下角看看，就算对装修一窍不通也能轻松搞定。然后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，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就要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，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